莫迪老先开始劝印度人讲卫生了啊！7月17号，他为印度首列国产轻动力列车揭幕剪彩的时候发问：请告诉我，清洁真的需要莫迪吗？只要不再乱丢垃圾，金德它还会脏吗？你这话说的，要不是你这么讲话，印度群众是一点也没觉得自己不卫生啊。总理大人，您不能因为车用的是氢气，你就嫌大伙儿埋汰呀。那以后要是日本承诺的那个早期能源有眉目了，你还得感谢大伙儿的造粪能力呢。老先发言的时候还进一步强调，清洁将成为我们的本性，清洁将成为我们的文化，我们将让清洁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不然呢？我就不知道各位怎么理解这个话。就在我的阅读理解看来，好像就他们的日常生活文化和本性里就没有清洁这一趴啊，以至于让总理都这么苦口婆心的号召。再联想到印度军工最大的隐患是那个常年无人清理的化粪池，好像也很合理。而就在印度这89公里长、最快能跑75迈的氢能列车投入使用的这个节点，日本在隔壁呀，那是跳起来骂。7月15号，曾在石破茂内阁担任法务大臣的木原秀树在 X 网站上发文称，被视为日印合作旗舰项目的这个印度首条高铁进展坎坷的原因，100%都怪印度不守信用，蛮不讲理。那木原秀树呢自己现身说法，说我自己曾亲自参与了印度高铁项目，在各类国际会议与谈判场合，印度方面反复展现出了蛮不讲理格外突出，他们根本就不遵守任何约定，就算敲定的协议也转眼就反悔，从头到尾就只顾着主张自身的利益。主管该项目的官员尤其过分，高层都是这般作风，根本不可能拿成正经的合作交易。这个项目推进受阻100%都是印度方面的责任。而且顺便呢拆一波高市的台，说即便高市出访印度也不能取得任何成果，印度的高铁项目已然宣告失败了。而且在作为安全核心的信号系统方面，日本还被印度排挤在外。可以说木原是日印高铁协调的核心参与人之一。印度25年1月的时候采购的是欧洲的这个信号系统，而没有采购日本的系统。可日本的新干线这个列车跟信号系统它是密不可分的，根本没有办法日本的车在欧洲的这个系统上运行。因此日本给印度造的这个高铁，接下来是不可能把最赚钱的这个列车卖到印度去的。即使这次早苗和莫迪重申一定会买日本的这个E10列车那在这个信号系统不兼容的硬约束下，也不过就是给日本国内的一个安慰剂而已所谓2027年日印高铁通车，想都不要想。至于印度这个号称100%自研的全球里程最长的这个氢燃料铁路项目，实际上最核心的燃料电池全部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印度组装怎么不算印度制造呢？就至于说它清不清洁嘛，就这么说吧每年印度都会放出要在氢能上面超车中美日的这个口风。2023年就掏出了所谓的国家绿氢使命这个顶层纲领，但是2025年整个印度的绿氢产量其实为0，就是说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氢气没有。现在印度制氢的技术路线依然是灰氢，就是需要从中东进口天然气，然后通过高温加水蒸气把氢拆出来形成氢气。天然气50%靠从中东进口，加热的这个高温炉反而用的是火电。印度70%以上的这个电力都来自于煤炭，在储能配套不足的情况下，印度造1公斤氢要排9到12公斤的二氧化碳，碳排放极高，一点它都不清洁。而印度所谓的这个绿氢，因为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不稳定都是直接使用电网的煤产生的电，反而呢比传统的化石燃料排碳更高，那成本呢居高不下不说，还更不清洁了。那有些消息灵通的小可爱就说了，今年6月印度还搞了个全球首座这个核热制氢的这个示范设施呢。这个怎么说呢？印度弄个化工厂都差点把自己的化工业给崩上天去。苏制的战斗机那么抗造的东西修一架摔一架。印度作为全球核电占比最低的国家，一时间我都不知道重点是应该说印度搞核电容易把自己给崩了，还是说他一竿子支出去30年的这个建造周期约等于拉倒。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100年大计的，就印度那个零零碎碎的电网，一天没连利索连稳定，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都白扯。说一个奇葩的数据印度全国输配电损耗率高达 21.3% 到 50%， 全球的平均损耗只有 8.7%， 我国是 6.75%， 现在还在连年的降低。
为啥印度的损耗那么大呢？因为40%的电路严重老化，夏季动不动就高温起火，然后区域性停电，任何稍微上点档次的工业生产都来不了这个。那为什么不升级一下设备呢？因为印度40%的用电户啊，它是不交电费的。印度的国营配电公司啊，累计亏损超过6.47万亿卢比，没钱升级设备。那技术损耗呢持续走高，偷电、篡改电表成为常态，收入不足导致电网更难以改造，于是就进入了恶性循环。那各位说了呀，这个时候官方出面啊，老先选举的时候不是非常的铁腕吗？印度人家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行政层级呢分为中央、邦、县、乡4级。那本着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主人的啊这个民主制度的特征，各级调度各自为政，国家调度对于邦级的电力调度没有任何约束力，电力、农业、土地、治安、地方税收、地方基建全都归属邦专属管辖。这就是为啥日印高铁征地那么困难，因此跨区域的这个联络线啊，长期都是超负荷运行的，谁也不见新的。各邦自己需要用电的时候，根本不管隔壁村的死活啊，中央是计划了用电量的，可是各邦能超用那就是赚了，停电大家一起完蛋啊，谁也不听。而大家也都知道啊，印度它也采购了不少我们的风光电力设备。那拉贾斯坦和古吉拉特等西部的邦呢，还是搞了不少的这个新能源装机的。可是发电可以新装，输电不还是通过这个网络吗？那根本啊，这个电网它就跟不上整个的新能源的扩容的节奏。2026年1季度啊，因为电网承载力不足，而新能源气电了300G瓦时啊，占当季气电量的2/3，那就清洁不了一点哈。那更新电网哈，咱就不说各邦扯皮呀这些制度上的缺陷了，就实物上的支撑其实也没有啊。这个超高压变电器、气体绝缘开关等等核心设备40%依靠进口，本土的产品故障率啊是我国产品的3到4倍，交货周期长达60个月。由于他们摆不清自己的位置，中企也没惯毛病，直接就导致印度200多个电网升级项目完全停滞。大家看见的是上海电气的尾款啊胜诉了，难以追讨。那其实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印度它也在自食苦果。所有想搞的高端制造业啊，即使西方出于对印度可能替代中国的幻想，开放了技术路线和设备给印度，印度这个破电网现在也承接不下来呀！眼看着肉吃不到嘴里去。很多同志们担心说，现在中企又要去印度了。其实不准确啊，只是4家已经在印度设有本地工厂的中国电力设备企业获准参与印度电力项目的招标，尚没有正式承接任何的落地项目。而且印度说的是啊，这是一个为期2年的单次许可，说白了也没打算对我们敞开市场。我们现在企业的策略啊，也是能回一口本是一口，轻资产、高预付、全款发货，只做成品，没有技术输出，也没有重资产投入的这样的模式。所以就是印度它想搞清洁能源，就得先搞定可再生能源，想搞定可再生能源，得先搞定电网、央地关系、社会动员和核心设备卡脖子等等的问题。搞定这些之后，也只是能够实现印度工业化的基础。高端工业制造那还有另一个故事啊。所以你看这个氢气火车打不成这样啊，眨巴个大眼睛，整体上感觉它的作用就是给印度冲个喜啊。至于说日本不是还答应给印度建那个牛粪早期工厂吗？这个算不算因地制宜，有没有搞头呢？只能说啊，本子多少是基于印度的卫生情况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不是商业的可行性啊给出的这个想法。印度本土2018年就推出过5000座早期工厂的计划，截止到2026年8年，仅落地约200座，而且落地率不足 5%。大部分的项目因为原料供应不足啊，处于闲置状态。虽然说印度街上啊这个牛粪是遍地都是，可是如果作为能源材料，它是需要原材料稳定且充足的供应的。印度3亿头牛分散在上亿农户手里，养殖规模化的程度特别低，没有成熟的统一的收运体系，原料的这个收集成本会特别高。其实我们早年也搞过生物智能，主要也就是因为原料收运导致的这个成本击穿了盈利底线，最后这个技术路线没有走通。那对于印度来说，养牛主要在农村，农村的路况更差，运输成本更高，而印度本身天然气管网的覆盖率又极低，跨邦的这个管网互不连通，早期工厂建完了也只能在本地多建几个这样的加气站，终端市场极其有限，难以有规模效应，就意味着生物质气的成本必然就比普通的天然气更贵。那没有政府补贴，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呀，基本建了就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这个钱要么日本出，要么印度中央出。现在啊，两家都属于吃饭还费劲的状态，还得给牛粪补贴，这个场面啊，很黑色幽默了。这还没说啊，早期项目还涉及到什么土地征用啊、农业能源呐、市政啊，多个部门的老问题呢。铃木公司在古吉拉特邦啊建了2个早期工厂，配套的是自家早就建好的加气站，用于给自家卖的这个 CNG 的汽车加气，根本不是轻易可以复制铺开的模式。早苗张嘴就要给印度建1000个牛粪早期工厂啊，先把征地那关过了再说吧，到时候早苗可能都去跟安倍述职了。印度之所以啊永远那么有乐子，其实就在于这种心比天高手比猪懒的特点。需要有计划的事业啊，那是计划不了一点。一个人口大国拿着只能适配于几千万人口小国的这个制度剧本，演得热热闹闹，实则一地鸡毛。短视啊，在印度它不是某个政客的特点，它是一种自古以来集体不靠谱导致的一种对于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的价值共识。对于高风险的市场，折现率极高啊！因为无法组织，所以未来不确定；因为未来不确定，所以一定要便宜占尽，欺软怕硬。因为永远只做这种一锤子买卖啊，永远算最精明的账，吃最大的亏啊！因为一直吃亏，所以继续无法组织更大的生产。任何问题啊，到了印度，它都会自动进入死循环，这才是印度真正的魔力。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